Hello，我是苹果爹。这一支影片我要来讲5个 AirPods Pro 最恼人的地方。或许听完这5个缺点之后，可以帮助你灭火。好，开始前一样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我的影片，也记得按下小铃铛的图示才可以收到通知哦。第一点就是它的音质，这方面我必须承认，为什么上一支影片我讲了一堆它的优点之后，却完全没有提到它的音质？因为说真的，音质方面真的没有任何值得夸奖的地方。就算我是个果粉，也必须老实承认这一点。跟上一代比起来，唯一的差别就是因为换成耳塞式，会让你有以为音质更饱满的假象，在低音的部分至少。但是如果你在安静的地方仔细去听它的音质，你会发现一样没有什么层次感。那为什么我先前的影片不提这个部分？因为对我而言，买这个系列的产品已经预设它的音质并不是我最注重的地方。我本身几乎都是所有科技产品可以买苹果就买苹果，所以在苹果的生态链里面，用 AirPods 对我而言是非常方便的。当然还有其他轻便的因素啊，但如果你想要求好一点的音质，在苹果生态链里面还有 Beats 的产品可以选择。但说真的，音质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真的要更好的音质的话，当然就需要走到生态链之外咯。好，那现在来讲第二点，就是在它触控的地方，用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很难抓到触控的点。或许这个可以怪我自己的香肠指啦，但基本上我都要摸个1-2次才能按到可以压的点。但最恼人的部分就是平常要控制的时候压不到点，有时只是要调整耳塞的角度的时候，就会不小心去压到。所以很多次我刚好在讲电话的时候去调整耳塞的角度时，不小心压到，然后就怕别人的电话挂了。如果你刚好在跟男朋友啊或女朋友吵架时，这一不小心挂掉，可能很难解释。好，再来讲第三点，如果你有试过或是看过其他牌子的降噪耳机，就以 Sony 还有 Bose 来举例，他们在各个模式下让你制定的选项都很多。当然，苹果一直以来就不是让你可以这样做选择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款耳机至少应该在通透啊、降噪模式可以让人做多一点调整，就像是通透模式，因为它会放大环境音。但是有些情况可能会有点大声，如果能至少分成2个等级让你做调整啊，这样在使用上可能会更实用一点。再来我们讲第4点，就是佩戴感。在我上支影片我抱怨了一下我右耳戴久了会不太舒服，很快的下面就有一些观众也跟我抱怨一样的问题。当然有些人可能是上一代比较不合耳型，那我可能刚好就是这一代比较不适合。直营店都有提供样品可以让你试戴试用，所以我真的强烈建议你去试戴看看，再来考虑要不要买。耳型如果真的跟机身方面不合的话，耳塞再怎么换都是没有用的。好，再来第5点就是充电盒形状的部分，这方面可能跟我自己手不大有很大的关系。我觉得上一代的 AirPods 在单手操作方面，尤其开关盒的时候，因为充电盒的下方比较长的关系，还是顺手非常多。或许这是习惯的问题啦，但是这个比较宽一点的盒子设计，让我觉得不管在开和关的时候都有点卡卡的。或许用久一点我会习惯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前一代的牙线盒设计是比较顺手的。好了，看完影片后，大家有没有比较熄火？有没有帮大家省下不少钱？整体来说我还是非常满意啦，但是这毕竟也不是个必需品，还是想用比较客观的来分享一下缺点，让大家冲动前可以冷静一下。喜欢这类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咯。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